催泪神作人人传，真去一看就那样。可是看了这么多年动画的你，是否遇到过真心实意为之流泪的动画呢？又是怎样的点触动到了你？这是看番人凯奇的答卷。第一部《轻音少女》，是的，少女乐队。我知道这个答案给到你们可能会觉得很俗啊，凯奇这种串子人设怎么可能给出这么俗气的答案呢？凯奇你是不是找人代笔了？但事实是就是《轻音少女》。在凯奇还没有看过《轻音少女》的时候，就已经因为章鱼天使的切片看哭过一次，当然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在尚且懵懂的年纪，恰好是即将毕业的年纪，遇到了即将毕业的青音，眼泪不自觉的无法控制的成骨流下。那可能是即将毕业的彷徨，对于未来前路的迷茫，但更多的那还是近在咫尺的别离，无足轻重的告辞。文武中品种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对于现在的你们，眼前所能看到的便是拥有的一切。同样是学生的青音，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对于阿紫喵来说，这是他在学校里最为珍视的一语，是他最需要呵护的宝物。时间从不投下怜悯的瞥视，一夜藏在初春的和风中悄然而至，而我也恰好陷入其中。只能说一切都很巧合，然而青音的故事并未结束，前面那些只是我在看切片的时候的故事。后来当我补完的时候，我还是流泪了，但是没有任何杂质的被一个纯粹讲述即将到来的别离的故事所触动而流下的泪水。第二部 EVA 中，这个答案会不会有点像凯奇会写在答卷上的？作为 EVA 的最后一部剧场版，故事完结的完结，凯奇看了有3遍。前些日子想找点东西来看的时候，我点开了这部剧场版，我也没有想到居然看得泪目了。甚至不是在故事结尾，我不是听卢浮宫听哭的，而是接近结束，看到定真寺询问每一个人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大概就那么个有点尴尬有点不上不下的位置，但好像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多年的守望。有某一个瞬间，我仿佛把自己投射到了定真寺的身上，再向那些比自己先长大的人提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当一切結束，問題回到真寺自己的时候，我的眼眶就已经彻底湿润了。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电影开始没多久就已经给你了，是凌波丽说的。稲刈りやってみたかった。ツバメもっと抱っこしたかった。好きな人と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かった。而这就是长大了吗？凯奇也不藏着掖着，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说起，周围很多人都走进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好像只有自己在原地踏步。我跟他说，你看这种感觉像不像定真寺？曾经还在并肩战斗的明日香向自己宣言，我比你先长大了。而在 EVA 中的最后，定真寺才平静地说出了ありがとう、僕を好きだと言ってくれて、僕もアスカが好きだったよ。安野秀明在上个世纪开始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现在还长大了，就像弗利科利中的那样，总之先拿起球棒，总之先把球打出去。而这个故事他在最早的结局就已经讲过了。是啊，可以留下来，能留下来。僕はここにいたい。僕はここにいてもいいんだ。第3部放送的福利脸 OK，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公公幼师的动画，但我的泪点不一样。我不是看到辛梅尔下葬，不是和福利莲一起哭的。凯奇曾经是玩魔兽世界的，也有一些一起玩的朋友。当我看到福利莲他们打败魔王归来，万众欢呼，回忆着他们旅途中的冒险故事，于是有一个瞬间我就想到了属于我的那些冒险故事，我就哭了。为什么哭了呢？因为那个时候魔兽世界是停服的，我也曾辗转亚服，但也只是去转了转。归属感这个东西是很难有的。我回到了我曾经下线的地方，拍了个照，现在想想那一刻的我不能共情福利莲了。曾经一起战斗的朋友实不存一，那些挑战开荒拿到的荣耀无人在意，那些下意识的行为肌肉帮你记住操作，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你有属于你的世界，但这里不属于你。福利莲是一部治愈的作品，它温柔细腻，同时你又能感受到作品里面满满的热情。我会因为这部动画流泪，更多的只是因为触景生情。不过在我的印象里，网上看到的福利莲看哭的人好像也不少就是。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利莲并不是什么值得大吹特吹的催泪神作，平常心去一看就好了。这真的是一部很精彩的动画。第4部，末日时在做什么？有空吗？来拯救吗？终于还是到了这个问题下很常见的答案。末日3问这部动画，凯奇最近做视频用到的很多，每一次提到这动画都会有种心头一紧的感觉，仿佛记忆深处什么禁忌被重新翻了出来，哪怕记忆鲜明的像是昨天看的，但很可惜凯奇只看过1遍末日3问。那时候看哭可能是
氛围，可能是音乐，可能是画面，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看到美好的事物被打碎时流下的泪水吧。前面不是说最近做视频经常用到末日三问吗？正好也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故事，这的确不能说是一个悲剧吧。都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摧毁，在末日三问的故事中，两位主角好像本来就不太好的样子。一个是作战用的妖精兵器，说白了就是个大号的衰炮；一个是倾盆全无的上古人类，身体还有点支离破碎的。他们找到了一个能短暂歇脚的温柔，而那一刻的诀别，只不过是把全部的幸福雕刻在了这一个瞬间。不然在这个旅途的远方，依然是科朵莉行将消亡的人格。イレム。ありがとう。第5部，四月是你的谎言。自谎真的挺有感染力的，在各种层面上都是如此。举个例子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Winter Wind 的那首曲子？如果你直接给我这个曲子让我听，我是绝对体会不到那种震撼的。这就是音乐番的优势，但让人看哭的却没有那些来自古典乐的情绪烘托。大家应该也猜到了，就是最后一集里宫原新写的那封信。因为把情绪带上去的确实是靠着 BGM， 但是真正把我看泪崩的，反而是宫生和信中的宫原勋对白的那段。我是否住进了某人的心房呢？私は誰かの心に住めたかな？そうだね。私は君の心に住めたかな？土足で上がってきたよ。ちょっとでも私のこと思い出してくれるかな？忘れたら化けて出てくるくせに。忘れないでね。我知道其实我有很多看哭了人的动画都没有提到，像 AB、未恩花名、可塑性记忆之类的。能说很多动画就像我开头说的，确实被夸催泪神作太多了，导致在看的时候情绪的耐受度太高了。而像一些寿命论作品本身就是一定会营造泪点的，所以都被防出去了。能说很遗憾了。芙莉莲这动画把我看哭，不也是因为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吗？真正能把人看哭的，很多都不会有明显的起手和收招，往往是冷不丁的在某一个点把你触动了，可能是夏日大作战对家的具象，也可能是弗利科利对青春期的解构。那么真正把你看过的动画是哪部呢？你又是因为什么而落泪的呢？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感受。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